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都说红配黄是灾难，成都灵机场却穿出高级感，普通人照搬太显气质。最近刷到成都灵这套机场路透，我是真被拿捏住了，不靠高定撑场，也不靠夸张单品抢镜，普通人照着穿，居然真能有点松弛又体面的味道。现在有些机场造型，远看像去参加颁奖礼，近看像刚从服装间逃出来。恨天高踩的脚腕直打哆嗦，衣服一层压一层，配饰叮叮当当，走个登机口都像在完成时装周闭幕式。咱普通人出差拎着电脑包，赶着安检，手里还可能有杯没喝完的咖啡，哪有那个条件跟鞋子死磕啊？成都灵这身妙就妙在，他没有把时髦写在脸上，而是把舒服、显比例和一点小心机揉到了一块儿。奶油黄的短外套看着软乎乎的，里面露出一小截正红色领口，红的不冲，黄也不寡，两个颜色碰在一起，居然没有变成西红柿炒鸡蛋，反倒像浅色画面里突然亮了一盏小灯。我以前也不太敢这么配，暖黄已经够抢眼了，再来正红。脑子里自动播放大型翻车现场，感觉穿出去能把隔壁邻居家的窗帘都比下去。可人家没有把红色铺开，只让它在领口露个边，颜色有了存在感，却没有喧宾夺主。这就是新手也能抄的撞色诀窍，面积小一点，位置高一点，其他地方安静一点。很多人穿彩色衣服容易犯一个毛病，恨不得从帽子到袜子都跟着呼应，结果全身像调色盘摔在了身上。这个造型没有那么多弯弯绕，红色只负责提气，黄色负责柔和，黑色鞋包负责收住，色彩各干各的活儿，谁也没有抢谁的饭碗。版型更是普通人可以直接记笔记的地方。宽上衣配阔腿裤，听上去是舒服穿搭的标准答案，实际穿不好就容易把人切成上下两截。肩膀宽，腰线没了，腿也不见了，镜子里只剩一个移动的方盒子。咱也别跟自己客气，确实不太精神。短款外套卡在腰线附近，视觉重心一下子往上提。下装选垂感好的阔腿裤，裤腿不紧贴，也不软塌塌的堆在脚面上，身材上的小肉肉有了遮挡，整个人还不会被衣服压住。这个比例不是要求人人拥有纸片腰，而是用衣服的长度帮咱把腰线找回来，属于穿搭里的小聪明。我个人认为，机场穿搭最重要的指标从来不是像不像明星，而是坐车能不能舒服，过安检会不会手忙脚乱，走快几步会不会立刻露出痛苦面具。成都灵这套没有把人塞进紧身衣里，也没有用复杂层次制造所谓的高级感，衣服留出了活动空间，腿也能迈开，这才是真正能落到日常里的好看。黑色鞋子和黑色包也挺关键，红黄搭配本来有点活泼，黑色一压，整身立刻稳住了。要是把鞋包换成同样鲜艳的颜色，画面可能就开始热闹过头。黑色不抢镜，却像给整套衣服装了一个刹车片，开起来轻快，停下来也不乱。小领带是另一个有意思的点，它没有喧宾夺主，只是轻轻往复古文艺方向拨了一下，让休闲装不至于太像随手套上的家居服。这个配饰不是非得原样照搬，咱要是觉得领带太正式，换成窄丝巾、细围巾，或者一条简单的黑色项链，也能起到类似作用，别把自己乐得喘不过气就行。我就纳闷了，很多人一提时尚，立刻想到买不起的限量款、小众设计师品牌，还有穿上必须屏住呼吸的衣服，好像不花一笔让钱包当场昏厥的钱，就没有资格谈审美。其实哪有那么玄乎，衣服长度合适，颜色别打架，鞋包能压住场面，穿着自己不难受，
已经赢过不少看着很贵，走2步就散架的搭配了。我上回出差就吃过这个亏，临出门非要穿一件偏小的外套，想着拍照显瘦，结果抬手拿行李都费劲，过安检时胳膊像被封印，最后一路皱着眉头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所谓松弛感不是脸上挂着我很不在乎的表情，而是衣服真的允许你走路、坐下、弯腰、追车，甚至临时小跑2步。陈都灵这套还有个好处，就是不太挑年龄，也不太挑身材。黄外套可以换成燕麦色、奶白色，红色内搭可以改成酒红或砖红。阔腿裤也不用追求特别宽，裤线利落，面料有垂感就够了。黑包黑鞋更是衣柜里的老熟人，拿出来不会出错，花销也没必要跟着潮流坐过山车。说句实在的，穿搭不是考试，没人站在机场安检口给咱打分。适合自己的衣服应该让人看起来有精神，而不是让人一路担心拉链、鞋跟和肩带。红黄撞色也没有传闻里那么吓人，掌握露出面积和黑色收边，普通人照样能穿得亮堂。所以我下周出差真准备照着来，短款浅黄外套，里面露一点红，黑鞋黑包，再加个不碍事的小配饰，裤子选能迈开腿的款。要是有人问我是不是学了明星穿搭，我就说没有，咱这是把机场秀拆成了打工人能执行的版本，主打一个不受罪，能赶路，还挺好看。